2026年5月，一个不太寻常的画面出现在白宫东厅，一位新的美联储主席在这里举起右手宣誓就职。这件事本身就透着古怪，因为按照惯例，美联储主席的宣誓应该在央行自己那栋庄严的大楼里低调进行，象征着他独立于白宫，独立于政治。上一次有联准会主席跑到白宫宣誓，还要一路追溯到1987年的葛林斯潘，整整快40年了。这个破例本身就是一个信号，一个关于权力的归属，关于到底是谁在替这个国家管钱的意味深长的信号。在华盛顿，很多最重大的历史转折往往就悄悄地藏在这种看似不起眼的小细节里。一个愿意把宣誓仪式搬进白宫的主席，和一个热情地把他请进白宫的总统，这两个人之间那层微妙的有些暧昧的关系，值得我们在后面的故事里好好的去琢磨一番。这位新主席的名字叫 Walsh， 56岁，他曾经是美联储历史上最年轻的理事之一。2008年金融海啸时，他就坐在风暴的正中央，川普总统公开称他完美，是最佳人选。可就在他被提名和确认的那段时间里，金融市场非但没有欢呼，反而隐隐透出一股不安，因为所有嗅觉敏锐的人都闻到了同一种味道，一个旧时代正在落幕，一个新时代正在拉开帷幕。而就在他举起右手的那一刻，他的头顶上悬着一个让人喘不过气的天文数字，39万亿美元。这是此时此刻美国联邦政府背在身上的国债总额。今天我们就来把这件大事掰开揉碎，好好聊一聊。我们要弄明白这个叫 Walsh 的男人，他上任之后到底想做什么。我们更要直面一个绝大多数人都不敢深想的问题，这39万亿的债到底要怎么还？答案可能会让你的脊背阵阵发凉，因为从某种冷酷的意义上讲，这笔债他根本就不打算被还清，他打算被取消，被抹平，被悄无声息地蒸发掉。而执行这场蒸发的方法并不是什么最新的金融黑科技，而是一招70年前就被美国用过一次并且大获全胜的陈年老套路。经济学家给它取了一个很文雅很体面的名字，叫做金融抑制。但如果撕掉这层学术的包装，它的真面目就是一场精心设计针对你钱包温水煮青蛙式的赖账。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会带着你一层一层拨开这场大戏的迷雾。第一层，我们先看清39万亿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怪物，以及为什么美国已经几乎不可能靠正常手段把它还掉。第二层，我们回到70年前，看看那一场教科书级别的世纪赖账究竟是怎么操作的，而你我这样的普通老百姓在那场戏里又扮演了什么角色。第三层，也是和你关系最紧密的一层，如果这一招真的重演，未来10年你手里那点辛苦攒下的钱会发生什么？为什么有人敢说你的财富可能缩水 80%？ 坐稳了，我们正式开始。先说这个39万亿，光看数字可能没什么感觉，我们换算一下你就懂了。2026年3月中旬，美国国债正式越过了39万亿美元这道大关。你要知道，美国这个国家从建国开始花了大约200年的时间，才好不容易累积出第一个万亿的债务。可是到了今天，它每增加1个万亿，往往只需要短短几个月，摊到每一个人头上。今天美国每一个刚刚出生还在襁褓里哇哇大哭的婴儿，一睁开眼睛就已经背上了大约53万美元的债务份额，这是他还没学会走路就已经欠下的账。可是真正要命的还不是这个本金，而是利息。2026年，美国光是支付这笔国债的利息，一年就要烧掉超过1万亿美元。这是什么概念？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美国一整年的国防预算。换句话说，这个全世界军事实力最强的超级大国，如今花在偿还债务利息上的钱，已经比他花在所有航空母舰、战斗机、核潜艇上的总和还要多。平均算下来，美国财政部每天早上一睁眼，什么事都还没做，光是付利息就要先烧掉大约30亿美元，一天30亿。而这每天30亿的利息背后反映的其实是一种更深层的结构性的年复一年的财政失衡。美国政府每年花出去的钱远远超过他收上来的税。光是2026年，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就直奔2万亿美元而去。
相当于整个经济总量的接近 6%。你要知道，在过去，只有在大萧条、世界大战或者金融危机这种天塌下来的非常时刻，赤字才会达到这种骇人的水平。可如今，在这个被官方称为和平与繁荣的年代里，这竟然悄然成了一种新常态。川普政府靠着一轮又一轮的关税，确实收上来了一些真金白银，海关的关税收入一度比过去暴增了2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给流血不止的赤字止了一点点血。但这点钱，对于那头每天要吞掉几十亿的吞金巨兽来说，实在不过是杯水车薪。支出这边还在源源不断的超支，那个窟窿只会越补越大。很多人听到这里会不以为然的摆摆手，说债多不愁，美国这么借了几十年，天不也没塌下来吗？这话放在过去确实有它的道理，但今时不同往日，情况已经悄悄发生了质变。问题的核心藏在一个叫做债务占 GDP 比例的指标里。一个国家欠了多少债，不能只看绝对数字，而要拿它和这个国家一年能创造出来的全部财富去比较，这样才知道这副担子到底重不重。而现在，美国的这个比例正在逼近，甚至准备一举超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历史最高点。你没有听错，是二战。那一场美国倾尽全力把钱像潮水一样砸出去的全球大战，当年把美国的负债率推到了接近 GDP 的 110%。而今天呢，在没有世界大战、没有全面经济萧条、被称为和平与繁荣的年代里，美国的负债率正在一步步朝着那个曾经的战时极限攀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26年发出过严厉的警告，说留给美国从容调整财政的窗口正在迅速关闭，而这道摆在眼前的算术题已经接近无解。也许你会忍不住质疑，经济学家唱衰美国已经唱了几十年了，狼来了喊得多了，谁还当真？这个质疑很有道理，但这一次情况确实不一样了。关键就在于利率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在过去很长的岁月里，全球都处在超低利率甚至是零利率的时代，美国借新还旧几乎不用花什么利息，所以债务这个雪球滚得再大，他也不觉得疼。可是现在利率被重新燃起的通胀一路推高，那座39万亿的债务大山每滚动一次都要支付实实在在的高昂的利息，这才是利息支出第一次超过国防开支的真正原因。而更要命的是一种叫做规模效应的东西。当利息支出本身已经大到足以推着债务越滚越大的时候，一个可怕的自我强化的循环就形成了。债生出息，又变成新的债。一旦陷进了这个漩涡，光靠拖延是再也拖不出来的。这一次的狼恐怕是真的已经站到门口了。那么问题就来了，一个欠下39万亿，每年光利息就要还掉1万亿的国家，到底还能怎么办？翻来覆去，理论上其实只有3条路可以走。第一条路，勒紧裤带，痛下决心，大幅砍掉政府开支，再加重税收，老老实实还债。听起来最正派，但布鲁金斯学会早就算过一笔细账，光靠削减那些次要的开支来平衡预算，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钱的大头全都压在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医疗补助这些根本动不得的福利上，这些都是选票，谁敢去砍，谁就得从台上滚下来。所以这条路，政客们嘴上喊喊可以，真要动手，没人敢。第二条路更直接，宣布破产，老子不还了。但这条路是死路。美国是整个全球金融体系的中心，美元是全世界的通用货币，他要是真敢公开赖账违约，那一瞬间整个世界的金融秩序就会土崩瓦解，美元的信用会彻底归零，这等于是同归于尽，拉着全世界一起跳崖。所以这条路更是想都不能想。第一条走不通，第二条不敢走，那么就只剩下第3条路了。而这第3条路才是最阴险也最高明的。他既不用真的勒紧裤带去得罪选民，也不用公开赖账去得罪全世界，他神不知鬼不觉，杀人于无形，刀不见血。而最关键的是，这条路70多年前美国已经完完整整的走过一遍，而且走得相当漂亮。
Walsh 上任之后，最受外界瞩目的那个动作，恰恰就和这条尘封的老路紧紧绑在了一起。要看懂这条路，我们得先把时钟拨回到二战结束的前后。为了打赢那场史无前例的世界大战，美国政府疯了一样的借钱，国债就像被人拼命吹的气球，急速膨胀。从战前占 GDP 的 40% 左右，一路飙升到战争结束时的接近 110%。仗是打赢了，可是借的钱终究是要还的。当时的美国面对的局面和今天惊人的相似，一座高耸入云的债务大山，再加上战后百废待兴的重建压力，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那一招登场了。它的核心思想其实浓缩成一句话就够了，就是想方设法让你拿到的利息永远跑得比物价慢。这句话听起来有点绕，别急，我一层一层拆给你看。从1942年开始，为了帮助政府用最低廉的成本去借钱打仗，美联储做了一件在今天看来简直匪夷所思的事情。他主动交出了自己调整利率的权利，把利率死死的、牢牢的按在了地板上。当时短期国库券的利率被定死在 0.375% 这个低得可怜的数字上，而长期国债的利率被定了一个 2.5% 的天花板。意思就是，无论市场上发生天大的事，美联储都向所有人承诺，国债的利率就是这么低，一分不许往上涨。为了死守住这个承诺，市场上只要有人嫌利息太低，不想要这些国债，美联储就自己开动印钞机，印出钞票把它们统统买下来。而且当年的政府可不只是单纯的压低利率这么简单，他还用尽了各种手段，人为的制造出一大批被困住的、根本没得选择的债主。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政府发动了铺天盖地的爱国宣传，动员着千千万万的普通家庭掏出自己毕生的积蓄去购买所谓的战争债券。与此同时，还配套了一整套严格到近乎苛刻的金融管制。它限制银行存款的利率上限，让你把钱存进银行也得不到多少利息。它还严格管控着资金跨境流动的渠道，让你想把钱挪到别处去避险都几乎没有门路。普通老百姓手里的那点血汗钱，就这样像被驱赶进围栏的羊群，除了乖乖的去购买政府那利息低的可怜的国债，几乎再无别的出路。而一旦你的资金被这样死死地困在了原地，无处可逃，那么接下来通胀这把无形的刀就可以从从容容的、慢慢的把你的财富一刀一刀的切薄。你可能还是会问，利率低到底有什么问题？问题大得很，因为战争一结束，被战时管制压抑了许久的物价开始了疯狂的报复性反弹。1946到1947的那一年，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也就是通货膨胀率，一口气飙到了 17.6%。到了1951年的2月，更是冲上了骇人的 21% 的年化水平。整个1947到1951这几年，平均的通胀率都超过了 7%。现在神奇的也是最残忍的事情发生了，你把钱借给美国政府，买了他发行的国债，每年他只给你 2.5% 的利息，觉得自己稳赚不赔，又爱国又安全。可是与此同时，外面的物价正在以每年10%几甚至 20% 的可怕速度往上窜。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手里攥着的那张债券，虽然上面印的金额1分钱没少，但是他能买到的真实的东西，比如面包，比如布匹，比如房子，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急剧缩水。我们来算一笔最简单的账，假设你在战后借给了政府100块钱，双方约定10年后连本带利还给你。这10年里，政府很守信用，老老实实的付给你那一点点可怜的利息。可是10年之后，当他把钱还到你手上的时候，由于这些年物价涨了一大截，这笔钱的实际购买力可能就只剩下当初的一半，甚至更少了。你看，从表面上看，政府1分钱都没有赖，本金利息全都还得清清楚楚，账面上干干净净。可实际上，他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从你身上赖掉了一半的财富。他没有抢，没有偷，却让你的钱自己凭空蒸发了一半。为了让你更真切地感受到这一点，我们不妨想象一个战争年代的小人物。他是个老实巴交的工人，省吃俭用，满怀着一腔报国的热血，把自己所有的积蓄
都换成了那一张张花花绿绿的战争债券。整整10年，他天天盼着10年之后政府果然信守承诺，把本金一分不少地还给了他，连那点可怜的利息也算得清清楚楚。他高高兴兴地攥着这笔钱走进了商店，准备犒劳一下辛苦了一辈子的自己。可就在这一刻，他懵了。他发现由于这些年物价涨了一大截，当年足够买下一整套崭新家具的这笔钱，如今竟然连一半都买不起了。他没有被任何人欺骗，从头到尾也没有任何人对他做错过哪怕一件事，他甚至连一个可以去怨恨、去咒骂的对象都找不到。可是他毕生的积蓄就在这无声无息之间被悄悄地搬走了一大半。这就是经济学上鼎鼎大名的金融意志。哈佛大学一位叫莱因哈特的经济学家和他的合作者曾经专门埋头研究过这段尘封的历史，他们给出的结论足以让每一个习惯存钱的人感到不寒而栗。他们发现，在1945到1980这段漫长的岁月里，整个发达国家的真实利率，也就是名义利率减去通胀之后，那个真正属于你的回报率竟然有大约一半的时间是负数。读懂这句话，你就读懂了一切。他的意思是，在那些年里，那些把钱规规矩矩存进银行，或者拿去买政府债券的老实人，有将近一半的时间其实是在赔钱的，只是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到死都没有察觉。而对美国和英国来说，靠着这种阴柔的负利率，政府每一年悄悄抹掉的债务大约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 3% 到 4%。你可能觉得这比例不高，但架不住它日积月累，水滴石穿，威力大到惊人。整个发达世界的负债率从1945年的 100% 左右一路下滑，到了1970年竟然只剩下 20% 左右。而美国自己的负债率也从接近 110% 的那个高峰，在1950年代末就悄然降到了 50% 以下。整整一座压在头顶，看似永远也搬不走的天量债务大山，就这么神不知鬼不觉地化于无形了。没有公开的违约，没有引发社会的恐慌，那些债主们甚至还以为自己每年拿到利息是赚了便宜。可实际上，这场宴席真正买单的人，恰恰就是这些债主，就是那些一辈子勤勤恳恳存钱，相信政府信用，买国债养老的普通人。他们毕生的储蓄在这场无声无息的通胀大潮里被一点一点的抽干，最后变成了政府用来填债务窟窿的燃料。这就是为什么我反复强调，这是一场精准瞄准你钱包的温水煮青蛙式的赖账。锅里的水在慢慢加热，等你感觉到烫的时候，往往已经跳不出来了。当然，这场大戏也不可能永远演下去，物价涨得实在太凶，老百姓的怨气越积越大，连美联储自己都觉得快被这口锅烧糊了。1950年，韩战爆发，新一轮的通胀压力扑面而来，矛盾终于到了爆发的临界点。到了1951年的3月，美联储和财政部之间爆发了一场异常激烈，甚至有些剑拔弩张的较量。当时的杜鲁门总统甚至把整个美联储的决策委员会都叫进了白宫，施加压力。但最终双方还是达成了一个历史性的协议，史称财政部与美联储协定。这个协定的核心就是美联储终于夺回了属于自己的独立制定利率的权利，从此不再被财政部那无底洞般的借钱需求牵着鼻子走。可以说，从那一刻起，我们今天所熟悉的那个独立的现代意义上的美联储才算真正诞生。请你务必记住1951这个年份，也请你记住财政部与美联储协定这几个字，因为接下来你会发现，这个被尘封了70多年的古老名字，竟然又被一个人重新搬上了今天的台面。而这个人正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沃什。现在你应该能体会到，为什么沃什的上任会让那么多嗅觉敏锐的人感到紧张了。因为这位新主席最广为人知也最核心的一个政策主张，恰恰就是要重新搞一个财政部与美联储协定，并且他明确地说，要以1951年的那个版本作为蓝本。当这个沉睡的名字被重新唤醒，所有读过那段历史的人后背都凉了半截。
我们得先好好了解一下沃什这个人。他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官僚，他在2006年就进入了美联储理事会，是当时最年轻的理事，前途无量。2008年那场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他就是身处风暴中心，亲手参与救火的决策者之一。后来他离开了美联储，在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细节，你一定要记住，那就是他长期以来都是量化宽松的坚定反对者。所谓量化宽松，说白了就是美联储大规模开动印钞机，去市场上买债券的那一整套操作。Walsh 一直认为，正是这套玩法把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吹涨到了接近7万亿美元这个天文数字般的规模，严重扭曲了市场的正常运作，也让政府在花钱这件事上越来越上瘾，越来越没有节制。Walsh 有一个极为尖锐，甚至可以说一针见血的观点，他认为今天美国财政之所以会失控到这个地步，病根恰恰就出在美联储自己身上，是美联储长年累月的人为地压低借钱的成本，把国债的利率死死按在很低的位置，这才让国会和政府在花钱的时候有恃无恐，挥霍无度。反正借钱的成本背后有央行帮忙补贴着，那还不放开手脚，可劲儿的花吗？最后的结果就是债台高筑，积重难返。他给这种现象起了一个很学术的名字，叫做财政主导，意思就是央行那本该独立的货币政策已经沦落成了一个专门替政府财政赤字打工、擦屁股的工具。所以单从表面上看，沃什想做的事情似乎是充满正义感的。他要重建1951年的那道防火墙，让美联储重新找回独立性，摆脱财政部的绑架，停止那无休止的印钞买债，把那个臃肿的高达7万亿的资产负债表给瘦下来。如果事情真按这个剧本走，那他不仅不是要重演赖账，反而是要亲手终结赖账。这听起来分明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啊！可是事情远远没有这么简单，在这层光鲜的表象底下，藏着一个巨大的、几乎无法调和的矛盾。而这个矛盾正是整个故事里最微妙、最耐人寻味，也最值得我们反复咀嚼的地方。矛盾到底在哪里？就在那个把 Walsh 亲手推上这个宝座的人身上。川普总统。川普想要的东西从来都明明白白，毫不掩饰。他要降息，他要大幅度的降息。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一直公开的毫不留情的炮轰前任主席鲍尔，嫌他降息的速度太慢，甚至给他起了一个带着明显嘲讽意味的外号——迟到先生。川普心里的小算盘打得震天响，利率一旦降下来，政府背的那39万亿债务，每年的利息负担不就一下子轻了一大截吗？你看，问题的死结恰恰就缠在这里。一边是 Walsh 在口头上言之凿凿地说要让美联储恢复独立，要亲手管住那台失控的印钞机；另一边却是那个任命他、对他有知遇之恩的总统，正不顾一切地逼着他降息，好给债务松绑。而 Walsh 本人呢，他也确实在公开场合表示过，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是存在降息的空间的。于是，一个极其诡异也极其危险的组合悄然成型了。第一，一位嘴上讲纪律，但手里确实握着降息选项的新主席；第二一位，在他背后拼命施压，恨不得马上大幅降息的总统；第三，也是最要命的一点，就在此时此刻，那头名叫通货膨胀的怪兽非但没有被驯服，反而正在重新抬起他狰狞的头。说到通胀，我们就不得不看一看 Walsh 接过权杖的那一刻，他所面对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真实世界。2026年的年初，中东的局势骤然失控，美国深深地卷入了一场与伊朗的冲突，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咽喉，那条叫做荷默兹海峡的水道一度被彻底封锁，国际油价就像脱缰的野马一飞冲天。受到这场能源风暴的剧烈冲击，到了2026年的4月，美国的通货膨胀率重新攀升到了 3.8%， 创下了将近3年来的新高。美国的平均汽油价格自从这场冲突爆发以来，暴涨了将近50%，3年多以来第一次重新站上了每加仑4美元的高位，而能源价格更是同比暴涨了将近 18%。现在
请你把这三样东西放在一起细细的品，在通胀高烧不退，火越烧越旺的时候，贸然去降息，会发生什么事？利率这条线被硬生生的往下压，物价那条线却在不受控制的往上冲。当这两条线狠狠地拉开一道大口子的时候，那个叫做真实利率的东西就毫无悬念地变成了负数。而你还记得吗？负的真实利率正是70年前那场惊天赖账大戏里最核心、最关键、药效最猛的那一味药引子。历史仿佛在这一刻悄悄地把同样的牌又重新发到了牌桌上。你只要把这两幅画面并排放在一起，就能感到一种令人脊背发凉的对称。1951年，杜鲁门总统因为韩战那笔庞大的军费，强迫着美联储维持低利率。而今天，川普总统因为那座39万亿的债务大山，似乎也在逼着新主席走上同一条路。当年的通胀源于战时管制的突然解除，今天的通胀则源于中东冲突把油价活生生地推上了天。当年那条被硬生生压住的利率和今天这条被通胀点燃的物价，遥遥地跨越了70年的时光，彼此呼应。唯一的也是最关键的不同在于，当年的那个故事最终是以美联储夺回独立，成功上岸而告终的。可是今天的这个故事，它的结局却还远远没有写定。美联储究竟还能不能守得住那来之不易的独立，还是会在重重的压力之下再一次沦为财政那永远填不满的提款机？这才是真正悬在所有人心头至今未决的问题。所以现在无数人提心吊胆的就是这段沉重的历史会不会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再次上演。经济学家和那些顶级的投资机构给这种剧本起了两个如影随形的名字，一个叫财政主导，另一个就是他的孪生兄弟金融意志。全球规模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之一，在他的研究报告里就毫不含糊地指出，财政主导的阴影正变得越来越长，而金融意志这个主题将会越来越受到整个市场的高度关注。那么2026年版本的金融意志可能会长成什么模样？它几乎不可能再像1942年那样简单又粗暴地直接宣布把利率定死在某一个数字上。今天的手法会变得更隐蔽、更高级、更难以察觉，但它的内核和70年前一模一样，就是用尽一切办法让政府借钱的真实成本悄悄地低于经济增长和通胀的速度。第一招就是压低利率，趁着通胀还没有被完全摁下去的时候就动手降息，让名义上的利率永远也追不上通胀的脚步。这样一来，真实利率为负债务的真实价值就会像夏天烈日下的冰块一样，慢慢的、无声的融化掉。第二招是在发债的方式上做文章，财政部可以多发行那些利息更低的短期债券，少发行成本更高的长期债券。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甚至提出过一个所谓美元 2.0 的构想，想用稳定币、数字资产这些新兴的工具，为那座39万亿的债务大山去开辟全新的买家和融资渠道。说穿了，动机都一样，就是想方设法让这笔天量的债能用最低廉的成本一直滚下去，永远不爆雷。第三招也是最关键、最考验良心的一招，就是对通胀的刻意容忍。央行嘴上可以高喊着要把通胀打回 2% 的神圣目标，但是在实际行动上却可以慢上半拍，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通胀的速度始终比利率高那么一截，那台无声赖账的机器就在后台悄悄地日夜不停地运转着。讲到这里，我必须非常郑重地跟你说一句公道话，这也是这支影片想要传递的一个重要态度，我们得实事求是。Walsh 这个人，从他公开的所有言论来看，他主观上想做的恰恰是反方向的事情。他想要的是终结这种财政主导，是缩减资产负债表，是恢复央行的独立与纪律。所以这场戏未必就一定会按照赖账的剧本去演。我们今天谈论的是一种风险，一种被许多严肃的机构和经济学家反复警告过的巨大的可能性，但它还远远不是一个已经板上钉钉、白纸黑字写好的计划，请你一定要分清楚这一点。可是
历史最吊诡、最让人脊背发凉的地方，恰恰就在于此。很多时候，一个国家通往某个结局的路，并不是由某一个人的善良意志所决定的，而是由所有人、所有力量的共同处境，硬生生推着往前走的。当一个国家欠下了39万亿，当每年光是利息就吞掉了超过国防的开支，当总统用尽一切手段在背后逼你降息，当一场地缘冲突又把通胀的大火重新点燃，在这样四面八方的合力之下，哪怕新主席的心里想的是要走 A 这条正道，现实这股巨大的洪流也完全可能把整个系统无可奈何地推向 B 那条歧路。一个一心想当英雄，想去亲手终结赖账的人，到最后会不会反而阴差阳错的成为那个完成了世纪赖账的人？这正是这个故事里最大的也最残酷的悬念。因为无论主观的意愿是如何的高尚，只要负的真实利率这个客观结果出现了，那台专门抽干你储蓄的机器就会自动开始轰鸣。它根本不在乎是谁怀着什么样的心情按下了那个开关。好，沉重的理论我们先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要算一笔和你切身相关的账。标题里白纸黑字的写着，未来10年你的财富可能缩水 80%。 这个耸人听闻的数字到底是怎么来的？他是在危言耸听，故意吓唬你吗？我们不妨用最朴素、最诚实的数学，把这个过程一步一步地还原给你看。财富缩水的关键就在于通胀这把无形的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切割着你钱包里的购买力。我们假设你手里正握着一笔现金，或者一笔只有固定低利息的银行存款，然后我们来看看，在不同的通胀水平下，10年之后它还能剩下多少真正的购买力。如果通胀率长期维持在 7% 左右，这差不多就是1947到1951年那几年的平均水平，那么10年下来，你这笔钱的购买力就只剩下大约原来的一半了。你没看错，仅仅是看起来还算温和、可以接受的 7%， 只要它咬着牙坚持10年，就足以让你的财富硬生生的腰斩。如果通胀率往上爬到了 10%， 那么10年之后，你的购买力就只剩下大约原来的1/3，等于是凭空蒸发掉了将近2/3。为了让这个冰冷的数字变得更加直观，我们不妨想象一个具体的场景。假设你的银行账户里有100万元，是你准备用来安度晚年的养老钱。接下来每一年你都要面对 10% 的通胀。第一年过去，这笔钱的实际购买力就悄悄缩水到了90万左右。第二年再缩到81万。就这样年复一年，水滴石穿，等到了第10个年头，你这100万的真实购买力竟然就只剩下了大约34万。请你细细地体会这个过程。在这整整10年里，从数字上看，你始终是一位坐拥100万的富翁，你存折上的那个金额1分钱都没有少，可是它能换来的米面粮油，能买到的真实东西，却已经在不知不觉中缩水到了只剩下当初的1/3。这就是通胀最可怕的地方，它不声不响，不动声色，就把你大半辈子辛苦攒下的积蓄悄悄地化为了乌有。那么标题里说的 80% 的缩水又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大约需要连续10年把通胀维持在 15% 上下的高位。这个数字乍一听确实非常吓人，甚至让人觉得不可能发生。但是请你千万不要忘了，1947年美国的通胀一度高达 17.6%， 1951年更是直接冲到了 21%。也就是说 80% 这个看似夸张的数字并不是凭空捏造出来吓人的，它所对应的恰恰就是一个重演了1947年那种恶性通胀的极端情境。历史上这样的数字是真真切切的出现过的，所以请你务必理性客观的去看待这个 80%， 它不是一个基准的最有可能的预测，而是一个最坏情况下的天花板，是一个历史曾经真实到达过的峰值，在未来投下的回响。但是哪怕我们把这个场景放得温和许多，哪怕通胀只是维持在 7% 到 8% 这个听起来不那么可怕的水平，在10年的时间尺度上，让你的现金财富
悄无声息地折掉一半，也是完全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而仅仅是这一点，就已经足够惊心动魄了。更残酷的真相是，这场规模浩大的财富转移，是有着清清楚楚的赢家和输家的。它不是一场天灾，而更像是一场有方向的无声的洗牌。谁是这场大戏里的赢家？第一个赢家毫无疑问是政府，他欠下的那座债务大山在通胀的烈火中悄悄地缩水蒸发，他的担子一下子就轻松了。第二个赢家是那些借了大量低息债务的人，比如说那些背着固定利率房贷的人，随着钱越来越不值钱，他们当年借的那笔债务真实的重量也在不断的贬值，等于是变相的被减免了一部分。那么谁又是这场大戏里注定要默默买单的输家呢？第一种是手里死死攥着大把现金的人，第二种是把毕生积蓄存进银行，靠着那点可怜的低利息过日子的人，第三种是那些买了长期低息债券，以为自己很安全的人，而第四种也是最让人心疼、最让人不忍的是那些靠着固定的退休金、固定的收入安度晚年的老人。他们存折上的数字一分都没有变，但那笔钱能买到的米、面油，能付得起的医药费却一年比一年少。在这场无声的赖账里，那些最勤俭、最善良、最相信存钱就能养老的人，反而亏得最惨，被伤得最深。这是这场大戏里最令人唏嘘的地方。请允许我再具体的为你描摹一位退休老人的处境。他辛辛苦苦、勤勤恳恳地工作了一辈子，终于攒下了一笔养老的钱，安安稳稳地存进了银行。退休之后，他每个月靠着那笔固定的退休金和一点点存款的利息，过着平静而体面的日子。在物价温和的年代，这样的晚年安稳、知足，也充满了尊严。可是，一旦那场无声的通胀悄然爆发，他会惊恐地发现自己每个月领到手的钱数目明明一分都没有变，却越来越买不起那一天比一天贵的青菜药品和水电费。他想不通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其实他什么也没做错，他只是规规矩矩的做了长辈从小就教导他的那个最稳妥、最安全的选择——存钱。可偏偏就是这个选择，反而让他在这场无声的洪流里站到了最吃亏、最无助的那个位置。一个社会选择用通胀来偿还债务，它最残酷的本质就是让那些最没有反抗能力的人去替整个国家的挥霍，默默地承担起所有的代价。说到这里，我要特别停下来提醒一下正在收看这个频道的台湾朋友，看到这里，你心里也许会想，这不都是美国的事吗？离我10万8千里，跟我有什么关系？如果你真这么想，那就大错特错，而且错得相当离谱。要知道，美元是全世界的储备货币，美国国债是全球资金公认的避风港，台湾的外汇存底里头握着海量的美元资产，而我们身边又有多少个家庭手里正捏着一张张美元保单、美元定存、投资型保单，还有那些以美元计价的债券基金。这些在过去都被视为最稳妥、最安全的选择。可是，一旦美元真的开启了这种长期温和的贬值进程，你手里这些看起来固若金汤的美元资产，它真实的购买力也会跟着一起被悄悄的稀释，被一刀一刀的切薄。换句话说，大洋彼岸那台日夜运转的赖账机器，它抽走的可不只是美国人的血，这里头也实实在在的有你的一份。而且看懂这件事的远远不只是台湾，把目光放到整个世界，你会发现其实各国的政府和央行早就在悄悄地用脚投票了。这几年，从中国到印度，从中东到东欧，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在公开地讨论要如何减少对美元的单一依赖，并且在彼此的贸易结算里小心翼翼地尝试着绕开美元去使用别的货币。这背后的道理说穿了一点也不复杂。当大家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美元这种货币的发行方，他自己就背负着一座天量的债务大山，并且极有可能会用通胀这种温柔的方式去慢慢稀释这座大山的时候，把一个国家全部的家底
都死死地压在美元这一个篮子里，就变成了一件让人怎么也睡不安稳的事情。这一场围绕着美元信用的无声的信任投票，其实早就已经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悄然地拉开了序幕。聊到这个份上，你心里肯定憋着一个最迫切的问题，那我们这些普通人难道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一辈子的财富被这样悄无声息地偷走吗？我们难道就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必须极其郑重地先声明一句，这支影片从头到尾都只是在分析宏观的经济趋势和历史的演变规律，它不构成任何形式的投资建议。每一个人的家庭状况、风险承受能力都是天差地别的，具体该怎么做，请你务必去咨询专业的人士，并且为你自己的每一个决定承担起完全的责任。我们在这里只谈一个朴素的历史经验，那就是在通胀和货币贬值的年代里，那些聪明的钱通常都会做些什么。历史给出的答案其实一直非常一致，那就是远离纯粹的现金，去拥抱真实的资产。所谓的真实资产，指的就是那些不会被印钞机凭空变多，背后有着真实价值作为支撑的东西。这是一个很简单，却很多人始终想不通的道理。这其中最典型、最古老的代表就是黄金。这也恰好解释了一个现象，为什么最近这一两年黄金的价格涨得让所有人都瞠目结舌。到了2026年，国际金价已经一举突破了每盎司5000美元的历史天价。在2026年的3月，受到中东冲突和全球债务恐慌的双重刺激，金价一度冲上了每盎司5195美元的历史最高点。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当越来越多的人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自己手里纸币的购买力可能会被长期的温和地稀释掉的时候，他们就会本能地去寻找一种印不出来、造不出来的东西来为自己的财富保值。而黄金这个被人类使用了几千年的古老货币，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无论是哪一个政府、哪一家央行，都没有任何办法能凭空把它给印出来。它的稀缺就是它最坚固的护城河。事实上，这种对稀缺的本能渴求，背后还藏着一个更宏大的逻辑。市场上有一个专门的说法，叫做货币贬值交易。它的意思是，当人们开始普遍怀疑自己手里的纸币会被长期的悄悄地稀释掉的时候，资金就会像潮水一样本能地涌向那些供给有限、无法被随意增发的资产。也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比特币这一类总量被冰冷的代码死死锁定的数字资产，才会被越来越多的人半信半疑地视为所谓数字时代的黄金。但是请你千万注意，我在这里提到它，绝不是叫你去买。这类数字资产的价格波动极其剧烈，今天能涨上天，明天就能跌穿地，它的风险远远大于黄金，它绝对不是一个适合每一个普通人的选择。我提到它，只是想让你看清那个共通的本质。无论是几千年来的黄金，还是这几年才冒出来的新东西，人们疯狂追逐它们的理由，其实都指向同一个点，那就是印钞机永远也印不出它们来。而且买黄金的绝不只是散户。从2010年以来，全球各国的央行年年都是黄金市场上的净买家，尤其是在2022到2025这几年里，各国央行每年购买的黄金都超过了1000吨，创下了1960年代以来的最高纪录。中国、印度、波兰、土耳其一大批国家都在拼了命地增持黄金，努力摆脱对美元这一种货币的单一依赖。央行们正在用最诚实的真金白银，用他们的实际行动悄悄地告诉你，他们到底在防备着什么。除了黄金之外，历史上能够在通胀的洪流中保值的还有另外一些东西，比如说地段优良的不动产，虽然它也有自己的麻烦，比如流动性比较差，而且很容易受到利率周期的影响。再比如那些拥有强大定价权，能够轻松地把上涨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的优质企业的股权，它们核心的逻辑其实都是一模一样的，那就是你必须去持有那些价值能够随着物价一起水涨船高的东西，而不是死死地抱着那些注定会被通胀一刀一刀切薄的现金和低息存款。
当然，我还是要苦口婆心的再强调最后一次，黄金也好，任何一种资产也罢，在短期之内都一定是有涨有跌的。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稳赚不赔的神话，重点从来都不在于你要去精准的追逐某一个具体的标的，去抄底，去逃顶。真正的重点在于，你要能看懂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它最底层的运行逻辑。当一个欠下了39万亿的巨人开始认真的考虑要用通胀这种温柔的方式来给自己悄悄减负的时候，你最不应该做的一件事，就是把自己全部的身家性命都换成了那个正在被一点一点稀释掉的东西。看懂这个方向，远比追逐涨跌重要10000倍。我之所以反反复复的把这个道理掰开揉碎了讲给你听，并不是想让你变得焦虑，更不是想让你明天一早就冲去抢购什么。我真正想传递的其实只有一句话，这场财富的保卫战从头到尾比拼的都不是你的手速，而是你的认知。在过去那几十年里，全球普遍的做法就是把钱踏踏实实的存起来，买上政府的债券，然后就高枕无忧。在那个利率和通胀都温和的年代，这一整套逻辑确实行得通，也确实让无数人安稳地度过了一生。可是当时代的风向悄然转变，当印钞和负利率重新成为了解决债务问题的主旋律，这个曾经最安全最让人放心的习惯，反而会在不知不觉中变成那个最危险的陷阱。所以你看，真正可怕的从来都不是通胀这头怪兽本身，而是你还浑然不觉地攥着一张早已过时的旧地图，去走一条全新的布满了暗礁的陌生道路。好，我们把整个故事从头到尾再完整地串一遍。2026年5月 Walsh 在白宫举手宣誓，正式接掌了一个背负着39万亿债务，每年光是利息就超过国防开支的庞大而沉重的帝国。摆在他面前的是一道几乎无解的算术题，勒紧裤带会得罪选民，行不通；公开违约是同归于尽，不敢做。那么剩下的就只有那一条70多年前曾经走过的老路了，用负的真实利率让通胀这把温柔却致命的刀悄无声息地把那座债务大山的真实价值一点一点地削平。这就是我们标题里所说的39万亿债务全部取消的真正的含义。它指的从来不是账本上的那串数字被大笔一挥一笔勾销，而是这笔债真实的重量被通胀这只看不见的手悄悄地搬走了。可是它被搬到哪里去了呢？它被搬到了每一个持有现金、持有存款、持有低息债券的普普通通的人的肩膀上。这就是所谓的赖账奇招，一场不流血、不违约，却能让无数人的财富在不知不觉中悄然缩水的世纪大转移。而这整个故事里最耐人寻味的依然是 Walsh 本人那充满矛盾的角色。他口口声声地说要终结这种财政对货币的绑架，要恢复央行的独立与纪律。那么他到底会成为那个力挽狂澜，真正让美联储重获自由的孤胆英雄，还是会在总统的步步施压，在失控的通胀以及那座39万亿的债务大山的共同挤压之下，身不由己地最终亲手完成这场70年难得一遇的世纪赖账？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需要未来整整10年的时间才能慢慢揭晓。但是无论最终的答案是什么，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在这场规模宏大的世纪博弈里，规则的制定者永远是政府和央行，而最终默默买单的那个人往往就是那些最普通、最勤劳，也最坚信存钱就等于安全的善良的人。看懂了70年前的那场大戏，你才有可能在接下来的10年里不至于沦为那个始终被蒙在鼓里，稀里糊涂的就被抽走了毕生财富的可怜人。历史从来不会简单的重复自己，但是它总是压着惊人相似的韵脚。70年前，有人靠着这一招，悄无声息的就抹平了一座债务的大山。70年后的今天，当那个熟悉而古老的名字财政部与美联储协定再一次被重重地摆上了台面，当39万亿这个数字
沉甸甸的悬在我们所有人的头顶之上。我想问问正在看影片的你，你准备好了吗？你打算让自己这一辈子的财富，在这场无声的洪流里，被动的、任人宰割的缩水，还是主动的、清醒的去守住属于你自己的那一份血汗钱？这个问题值得你，值得我，值得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在今晚都认认真真的好好想上一想。